當所有高達都在進化時，只有它保留原始的暴力。它不搞華麗的身影，也不四處耍帥，甚至懶得廢話，只要推進器全開，加速感爆滿。他不求和平，不做英雄，是所有 MS 的超級版始祖，也是讓特列斯為之着迷的瘋狂怪物。喲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這裡是純手工的解析系列。上期我們看了一台蠻力重甲，被敵人抱住時直接大喊，讓你們看看咩叫做盲龍哥哥，直接胸口一頂，唰唰。而本期一台帥氣的機體從遠處飛來，把炮一舉，說道：咪喐啊，係啊，講你啊，阿伯，你都唔想你啲骨灰喺個天度飄㗎。好，咱不說作品，不說作者，也不管發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輕鬆愉快的方式聊聊這台傳說的原型機。先看個片頭，我哋立即開播。在 AC174 年，有6位頂尖的人才，為了讓 MS 的性能可以突破極限，共同打造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義的高機動 MS 托爾吉斯。在那個年代，它的性能可以說是吊打一切，遠超所有的 MS。但問題也來了，它這麼快這麼猛，加速也是接近極限，那給誰開呢？反正誰上誰死，幾乎沒有人能扛得住。一台沒有人可以用的機體，周磊都嘥氣了。而也因為這個原因，這台怪物般的機體也被封印了。雖然有人嫌，但它也是有人愛的。對，就是那位 OZ 總帥特列斯。在特列斯眼裡，這簡直就是夢中情機啊！也只有托爾吉斯才配擁有騎士精神。但很可惜，在傑克斯手裡，他沒了。不過好在技術還在。最後，特列斯在原型機的基礎上，製作了2台直系的延伸機。其中一台也就是特列斯的專屬座駕托爾吉斯2，算是基礎複刻版，參數也還好。最後直接跟着特列斯去了最終戰場。至於另一台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參數了，它更瘋狂，而且不但高機動，它也開始追求極限的火力，甚至是壓倒性的近戰能力。對，也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OZ00MS2B 托爾吉斯3。它算是使用了托爾吉斯的剩餘零件，然後重新的制作，跟托爾吉斯2的出廠時間可以說是接近相同。不過它更猛，首先它有初始的艾比安系統，本來托爾吉斯就夠變態了，加了這個系統，簡直讓瘋狂來得更猛烈。另外它還有艾比安同款的熱能鞭，什麼近距離、中距離甩出去，誰都別想跑。最後再加上一把新武器，威力超越多佛炮拉拉森的 Mega 光束炮，這讓它變態的來無人能及，完全不輸高達級別的毀滅能力。所以托爾吉斯3可以說是遠距離轟炸、高速突擊、中近距離壓制，樣樣精通。但很可惜，由於他的武器一直沒有調整好，所以在最終決戰時他沒有參戰，最後導致決戰結束後，他也只能靜靜地躺在倉庫裡了。而就在 AC196 年，馬利梅亞叛亂爆發，這台完整體的托爾吉斯3也終於甦醒，而駕駛它的人正是當年的閃光伯爵傑克斯。在傑克斯手裡，托爾吉斯3直接單機突入 MO3， 還把大量的運輸艦射爆，但依然沒法阻止大量的敵軍降落地球。最後跟高達聯手，跟大量的巨蛇部隊展開了生死戰。而他純白的裝甲搭配藍色推進火焰的姿勢，也成了 EW 系列中最有壓迫感的畫面之一。最後，隨着戰亂的結束，這台暴力的怪物也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好，這麼一台從原型機一路變成戰爭怪物的 MS， 到底是怎麼設計的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它的設計部分。全高為 17.4 米，重為 8.2 噸，裝甲材質為鈦合金，當然還有另一種說法，說是高達尼姆合金。不過所有的設定集、日文各類百科和介紹都注明了鈦合金，那我們就按鈦合金來寫。整體的設計以白色為主，藍色點綴，而結構上依然繼承了初代的托爾吉斯核心理念：重裝甲、高機動、超高速推力。好，我們整機一起看，用最初始的暴力把性能推到極致。托爾吉斯3最亮眼的變化應該算是頭部了，比起原版，它頭頂的雞冠狀的裝飾更大，整個結構直接一路延伸到後腦勺，在頭部的兩側是它追加的火神炮，威力不大，用於牽制。而它的臉部結構其實跟拜葉特相近，不過造型上增加了銳利感，
看起來更像一個騎士。這種改動其實已經不是單純的性能強化了，而是保留了兵器感的同時，加入了特蕾斯那種優雅高貴，順帶點危險的氣質。它不像高達那種英雄感，反而更像是站在戰場上等着別人過來單挑的那種。而第二個大改動就是它的肩部了，整個肩部新增了大型連接結構。別小看這一小小的改動，它解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，那就是可以掛大型武器。為了不影響手臂的活動，像 Mega 光束炮這類武器，如果掛在原型機上，動作會受到很大的影響。而托爾吉斯3只要用了這個大型連接組件，大型武器就能獨立固定，再重的武器雙臂也可以自由活動。這也讓它不但有了重火力，同時高速近戰也沒有問題，讓它徹底接近全能型的設計。接下來我們轉個身看看推進系統，這也是托爾吉斯3最恐怖的地方。對於當年的 MS 領域，都知道一般的機體要麼重裝，要麼高速，很少有人說我兩個都要。但托爾吉斯系列偏偏就喜歡硬來，他就要給你搞超高輸出推進器，然後一定要重甲，為了一個快字就要把推力往死裡加，駕駛員死不死那關我屁事。而到了托爾吉斯3，咱完全繼承兩個超高輸出的推進單元，從結構上來看，與初代的托爾吉斯基本一致。平時處於閉合狀態，啟動推進時，裝甲會左右展開，內部的噴嘴會直接滑出，然後轟的一聲瞬間噴射，而那一瞬間的推力，與其說是加速，還不如說是噴射。對於其他 MS 來說，那叫移動，而對於它來說，更像是一個炮彈直接射了出去，所以它在戰場上的壓迫感會特別的恐怖。高速突進時，就像一道白色的流星，直接撞進敵營，再配合腿部的兩側以及後方的輔助推進，讓它在高速的過程中可以做到靈活的轉向、敏捷的走位。好，我們再把機體轉回來。話說托爾吉斯3的速度有了，但為了讓速度可以肆無忌憚，那靠的底氣就是它的裝甲了，極其誇張的耐彈性。全身的重裝甲是硬的離譜，就是面对大量的攻擊，它不但不動搖，還可以直接撞，把快、重、硬三為一體。在它胸口的兩側是它的散熱排气口，用於身體的散熱冷卻，而在這個位置就是它的駕駛艙了。整個駕駛艙連接的是艾比安前身的特殊接口，這也屬於非常接近零式系統的那種人機同步，讓駕駛員可以深度壓榨機體的性能，也讓操作反而更加的直接。所以托爾吉斯3駕駛起來會特別的暴力，畢竟駕駛員的意志會直接反饋到機體的動作上。當這種系統搭配着怪物級的推進力，讓它真正意義上成為了人類極限兵器。好，整集講完，小總結一下，托爾吉斯3本質上是3點：重裝甲、超高速、重火力。這3種原本互相衝突的性能被強行塞進一台機體裡，這也讓它有了簡單、純粹、接近野獸的暴力感。在整個 W 系列中，它也成了不像高達但卻讓人恐懼的 MS 之一。好，看完這麼一台把暴力玩到極致的托爾吉斯3，那駕駛它的人也不賴。接下來我們以聊八卦的方式來聊一聊這位當年的面具傳奇傑克斯·馬吉斯。說起他來，他的一生可以說是離譜加瘋狂。他原本的身份其實是北歐一個和平主義國家山谷王國的王子，而他的本名叫米利亞爾特·皮斯克拉福特。可惜他還沒嗨起來，祖國就被地球聯合給滅了。他也是有趣，人家復仇是直接殺過去，他的復仇就是戴上面具，直接加入仇人的軍事部門，而且還當起了王牌機師，成了殺人最狠的角色。但隨着流星作戰的爆發，他開始遇到了對手，開着托爾吉斯都打得勉勉強強。不過打着打着，他也覺悟了，他發現什麼復仇啥的根本解決不了問題，於是他以最後一場戰役的方式離開了 OZ， 轉頭就加入了白色獠牙。他的想法很簡單，就是為了消滅戰爭而發動最終戰爭。雖然陣仗很大，但還是輸給了希羅他們。隨後最終決戰的結束，他也消失了。畢竟他要的和平已經來了。不過和平的時間不長，1年後瑪麗梅亞軍發起了武裝崛起，而傑克斯也察覺到這場叛亂的背後就是當年的禍根德基姆·巴頓。於是乎，傑克斯帶着極度的無奈又務必堅定的執念重返戰場。他主動接觸地球圈統一國家，還給自己搞了一個新代號溫德。面對戰場，他用極其自嘲的語氣說道：看來我這種無法適應和平的男人，多多少少還在戰場上派上一點用場。
說是自嘲，但也是智商爆表，直接看穿了瑪麗梅亞軍的戰術。但由於德基姆利用 S18999 撞擊地球為威脅，搞得傑克斯不敢亂動，眼睜睜看着大批巨蛇成功降落地球。無奈之下，傑克斯也只能跟着過去。最後跟老情人諾因在地球上對大量的敵軍展開了肉搏。不過敵軍的數量太多了，他跟諾因也極其困難。而他最憋屈的是看着世界正向瑪麗梅亞軍低頭，這也讓他大喊：如果世界就這麼輕易的容忍瑪麗梅亞，那山谷王國的遭遇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。他能喊出這句話，也證明他比誰都看得更透。為了阻止世人重複他當年的悲劇，他命懸一線的死撐撐到了高達的到來。好，這麼一位曾經的王子開着托爾吉斯3，那他的實戰表現如何呢？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在 OVA 中他的戰役記錄。OVA 戰役主旨流星作戰，在 AC 195年發動了最終決戰，整個戰場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，死傷慘重。不過勝方也開始偏向了地球軍，隨着非裔零式的極限舉炮中，一炮打爆了天秤座的殘骸，給這場災難性的大戰畫上了句號。而世界也終於回歸了和平。而1年後的今天，也就是 AC 196年的平安夜，在 MO2 衛星正舉辦着和平1周年紀念。就在大家歡天喜地時，莉莉娜以下迷藥的方式被綁架了，而綁架她的人正是當年流星作戰的發起者德基姆·巴頓。其實他一直都沒有放棄流星作戰，帶着自己的外孫女瑪麗梅亞潛伏在 S18999，為第2次流星作戰做準備。而如今時機已經成熟，瑪麗梅亞利用公共頻道開始向世界宣布獨立，而且向地球圈統一國家直接宣戰。國家總統也是驚訝，立馬打電話給雷帝，還臭罵了一頓。雷帝也是無奈。這時候一位客人來了，對，他來了，他願意去阻止流星作戰。而另一邊，德基姆也準備就緒，正利用 MO3 來到了地球圈附近，讓巨蛇軍開始降落地球。遠處一個身影飛來，托爾吉斯3來了。他一邊衝刺一邊拔刀，對着運輸艦直接一刀穿刺，然後繼續衝刺，直接撞爆另一艘艦，接着從上往下砍，砍爆巨蛇的葛蘭庫。看來我猜的沒錯，果然我還是能派上用場的，傑克斯說道。沒想到你還活着，德基姆說道。你這老頭還在，我怎麼捨得死？傑克斯邪笑地說，然後直接舉炮。喲，這麼牛逼，你就試試啊！只要你敢射 ，S18999 就敢砸地球。德基姆自信地說。而傑克斯他也信了，舉着槍不敢動，說道：“你這老頭壞得很，你在表揚我嗎？薑還是老的辣。”德基姆笑着說道。而巨蛇部隊也開始降落地球，無數的運輸艦開始突破大氣層，戰役結束。接下來是第2戰 OVA 戰役，鎮壓瑪麗梅亞軍。緊接上一個戰役，無數的運輸艦已經降臨地球，但托爾吉斯3還是不敢亂動。而在另一邊，希羅他們也來到了 S18999 的控制室，最終停止了墜落的程序。托爾吉斯3也不客氣了，直接啟動 Mega 光束炮，一炮就射向了 MO3， 整個資源衛星瞬間大爆炸。不過德基姆也在爆炸的瞬間飛往了地球，現在追也是沒有意義了，只能原地的等着諾因的到來。隨着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，諾因也來了。你這麼久沒出現，我還以為你煤氣中毒了呢，諾因說道。沒事，我習慣了點外賣，傑克斯打趣的說道。兩人噓寒問暖了一番，諾因開着陶拉斯陪着傑克斯前往了地球。與此同時，無數的巨蛇帶着降落傘也開始降落地面，還佔領了總統府，然後開始全面的進攻。托爾吉斯3一刀砍廢敵機，陶拉斯在旁邊助攻。現在總統府被核掩體覆着，我們進攻沒有用啊，諾因說道。那也沒辦法，如果我們都不努力，那其他人就更加不可能站起來了，傑克斯說道。然後撞開2台敵機，直接飛身衝刺，避開子彈，一鞭子甩了過去，把敵人絆倒一片。陶拉斯也開始瞄準敵人的腿部射擊，而敵人的反應也很猛。托爾吉斯3繞開子彈，快速繞後，一刀插腹，迅速飛升。其他敵機開始向上射擊，托爾吉斯3艱難地避開攻擊，盾牌格擋，但還是被打中了。隨着敵人越聚越多，托爾吉斯3撐起盾牌硬扛。到此為止了嗎？傑克斯難受地說道。就在緊急的時刻，援軍來了。沙漠高達衣服一脫，直接2刀。你們真行啊，竟然沒有殺死一個士兵，卡特爾說道。而此時天空上死神高達華麗登場，一連刀橫掃。任何戰爭都給我下地獄吧！
迪奧說道。而在旁邊重裝360度旋轉，舉槍狂射，剩下的敵人一人打50個就好了。特洛瓦冷靜地說道。此時大樓的上方也在直播，這一場戰役也開始激烈。托爾吉斯3盾牌擋格衝刺捅敵人的腹部，陶拉斯扛彈射腿，但敵人太多了，所有人都被重重的包圍。就在大家不知道怎麼辦時，非裔靈士來了，在空中舉槍對準了總統府，以3炮的方式直接擊爆總統府的核掩體，勝負已分，戰役結束。好，看完戰役，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把托爾吉斯3的武裝盤點一下，一起看看武裝介紹部分。首先，在托爾吉斯3的頭部追加了火神炮，連射性很強，可以強行打亂對方的陣型，主要用於牽制和干擾，不過在動畫中完全沒有使用。接下來就是他左肩的裝備盾牌，它可不是普通的防禦鐵板，而是一件將防禦、格鬥完全2合為一，屬於是複合型的防禦裝備。在盾的上方是一個專屬的懸架關節零件，可以直接連接左肩裝甲上。由於關節非常的柔性，所以它的活動範圍可以很靈活。而在關節的上方是盾牌的散熱排氣口，畢竟它自帶了電熱邊。從整體規格上看，它其實採用的是艾比安的盾牌，盾牌本體的結構是一致的。不過為了配合托爾吉斯3的出力，它的本體尺寸比艾比安大1圈。在盾的內側收納了2把光束軍刀，採用的是高性能光束發射器。刀刃強度足以劈開 MS 裝甲，也包括鈦合金。當近戰對抗時，完全不落下風。主要是用於近距離的纏鬥。而在盾的前方收納了另一個格鬥武器——電熱鞭，在不使用的時候會整條收納，當需要時它就可以直接甩出來。而這條鞭子屬於是艾比安的完全發展型，內部採用的是伸縮自如的多關節結構，所以它可以打出不同軌跡的攻擊，讓敵人根本無法判斷它的揮鞭軌跡。另外，由於它可以進入高熱狀態，配合它靈活多變的伸縮突刺，不管是中距離的封鎖纏繞，還是近距離的防禦撕裂，甩出去誰也別想跑。好，最後一個 Mega 光束炮，這也是本機最核心的主武，屬於超大型射擊專用，完全不是原型機那種多伏炮能比的。它可以說是火力的極限，整路炮非常的巨大，在低消耗的狀態下，它會縮短。以普通的模式展示，這時候的炮具備着極優秀的連射性，可以用來進行大範圍的彈幕壓制。而當它完全展開時，那長度就會拉長，上下也會打開，這時候就會進入最大的出力模式，炮的長度幾乎等於本體的全高，而攻擊的模式也會變成高濃縮的光束，這時候射出來那就是毀天滅地的破壞力了，可以無限的接近非裔靈士的那把雙管爆裂槍。只要一炮打過去，連防禦比較高的支援衛星也能瞬間成為宇宙的垃圾。好，本期的解析就講到這裡。如果大家覺得我講的還不錯的話，請給我點個讚，這對我很重要。而下期我們就聊聊巨蛇吧。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類的影片，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。我是 CM，我們下期見。